在一个繁华的皇宫里，住着一个国王和王后。国王和王后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，名叫小鱼。小鱼长得特别漂亮，又很受人喜欢。有一天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皇宫里突然来了一个小偷。这个小偷是来偷宝贝的。小偷走进了王后的房间，当他正要在房间里偷走东西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床上还躺着一个孩子。小偷就走过去看了看，他发现小鱼长得特别漂亮，然后小偷就觉得这个孩子一定能拿去卖成很多钱，于是小偷就放弃了偷宝贝，便开始打起了偷这个孩子去卖的念头。就在这时，小偷为了不被王后发现，便拿出一根棍子对着王后头上一拍，便把王后给拍晕了。小偷看着王后晕了过去，就小心翼翼地把国王和王后的女儿给偷走了。小偷就这样带着小鱼离开了皇宫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偷把小鱼带回了家。小偷看着自己偷回来的这个孩子时，他的心里就越想越害怕。小偷害怕会被国王发现是自己偷走了他的孩子，然后带官兵来杀害自己。于是小偷就准备将孩子丢掉，便带着小鱼走出了家里。小偷带着小鱼来到了河边，便小心翼翼地将小鱼一个人扔在河边上。小偷对小鱼说：“孩子，叔叔对不起你，我也不想害你的。”小偷说完后，一转身就走了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第二天，有一位穷人在外面干活的时候，正要准备经过这条河边时，突然看见前面躺着一个孩子，然后穷人就很好奇地走了过去。穷人看着这个孩子，发现这个孩子看起来很可怜，又非常的饥饿。农夫心里就想到，哎，这到底是哪个没良心的父母把孩子扔在这里的呢？既然你们都不要他了，我也正好也没有孩子，那就由我来把他带回去养吧。随后，农夫就把小鱼带回家里去了。后来，穷人就把小鱼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，还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婷娜。当婷娜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穷人都会去给她买回来，而婷娜也很喜欢她的养父，因为养父对她非常好。几年后，婷娜的养父因重病而去世了，而婷娜也长大成人了。她现在拥有了很多非常好的朋友。有一天，婷娜的好朋友甜甜来家里找她玩。甜甜对婷娜说：“婷娜呀，我听说皇宫里今天要举行一场舞会呢，国王和王后还邀请了每家每户的百姓，都可以免费去观看呢。要不我们俩也一起去皇宫里玩玩吧？”婷娜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舞会，她觉得还可以免费去看，就很开心地答应了甜甜，便与甜甜一起去了皇宫。到了皇宫里，国王和王后一直看着婷娜，然后国王和王后就走到婷娜的面前，看见婷娜的手上有一块胎记，然后国王和王后一眼就认出了婷娜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国王对婷娜说：“孩子呀，你就是我们的亲女儿，我可以给你证明，你手上的一块胎记与我手上的一模一样。”随后，国王就拿出自己的手，把胎记放在婷娜的面前。就在这时，婷娜才相信国王和王后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。王后对婷娜说：“女儿呀，我们找你找了好久，一直都找不到你。其实我们举办这场舞会都是为了来寻找你的，没想到我们真的能在这里找到你。”从此，婷娜就重新回到了国王与王后的身边。婷娜还当上了大公主，他们一家人又过上了开心、快乐、幸福的日子。这期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你找到亲生父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去忘记以前把你捡回来并养育你长大成人，而且还对你非常好的养父养母。